难怪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你们的军事情报系统没有发挥过丁点的作用。情报的收集、分析、判断，比狗屎还臭。一说到共军，永远都是伤亡惨重、溃不成军、一路窜逃；一提到国军，永远都是高奏改革、奋勇向前。谎话说多了，怕是连你们自己都信了吧？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这是国民党第14兵团司令官宋希濂怒骂周养浩的名场面。由于先前周养浩跟郑廷吉打架，不顾后果，差点把郑廷吉的脑袋干开花，因此被关了几天禁闭。这不，所长王英光让宋希濂来禁闭室接他出来。两人在交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谈到朝鲜战争的局势发展。周养浩迫切想知道他支持的美军到底打到哪了，但宋希濂就是卖关子不说，想考考他的分析能力。不考还好，这一考让宋希濂知道了周养浩的专业水平到底有多糟糕。他一张口就说半个东北应当已经落入美军之手，老蒋肯定也跟随美军进入了东北，不然龚德林不可能这么快把他放出来。不是，你这也太离谱了吧？难不成打到山海关了？不会，不可能这么快，不可能。闻听此言，宋希濂终于知道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的情报为什么都没有准确过了，都是因为有周养浩这样不专业的人在干着专业的事，不由对他破口大骂。但周养浩这个极端反动分子在军统里边可有个外号叫书生杀手。别看他文质彬彬，但内心十分歹毒。杨虎城将军就是死在他的手下，他的阴险毒辣，不管在国民党还是在共产党，那都是人尽皆知。但话又说回来，他敢跟郑廷吉顶嘴再到干架，但此时宋希濂当面骂他，他却不敢有一点脾气，这是为什么呢？原因还是因为周养浩欺软怕硬，郑廷吉是黄埔5期资历较浅，被俘时还是个军长，指挥也就几万人马。而宋希濂就不同了，黄埔1期跟陈赓将军是同学，被俘时不仅是指挥10几万人马的兵团司令，还是川湘鄂边区最高的决策委员。这样的身份地位，周养浩自然不敢顶撞，更不敢动手。再退一步讲，真动手，平时养尊处优的周养浩还真不一定打得过常年带兵打仗的宋希濂。看着这个恨铁不成钢的家伙，宋希濂不想再多言，只是告诉他出去之后自己去看看报纸，随后便来到了阅览室，同其他战犯展开长津湖战役的讨论。长津湖地区是朝鲜北部最苦寒的地区，夜间最低气温达到零下40摄氏度。交战期间，这个地区遇上了50年不遇的严寒。长津湖地区属于东线战场，志愿军约一个兵团10多万人，于11月初跨过鸭绿江进入到朝鲜。叶立三从得到的资料分析，我志愿军新组建的兵团大多数来自南方，而且时间仓促，部队还没有来得及更换北方的冬装，甚至连南方冬季标准的冬装都没更换上。呵，那要这个球冷死喽！也不怪王灵基说会冷死。当时那个天气下，我志愿军为了避开美军的飞机，只能夜晚行军，而部队的基层一个班才配发2床被子，战士们休息的时候只能把1床被子铺到地上垫着，然后围成一个圈坐一起，挤在另1床被子上取暖，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身体不被冻僵。到战斗打响之前，大部分部队都已经3到5天没有吃到1顿热饭，甚至有的部队要靠随军的马匹作为食物和冰雪解渴，还有的部队1顿饭只有1个土豆。而美军有充足的后勤保障，甚至连每天来往的信件都能按时到达，还能修建临时机场、临时公路，伤病员随时后撤，无任何后顾之忧。重型坦克、重炮、空中支援要多少有多少。这样一对比，让台下的这些战犯连连摇头，觉得这个仗根本没法打，更是不可能打得赢。兄弟们，我服了！打得好！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的捷报传到功德林，令功德林里的战犯们激动万分，他们纷纷起身热烈鼓掌，向志愿军致以崇高的敬意。此前，叶立三与黄伟一样，对志愿军入朝作战并不抱什么胜利的希望，甚至在讨论中还冷嘲热讽。然而，在短短数月间，我志愿军战士在零下40摄氏度的酷寒中持续奋战，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后勤补给更是屡屡延误，
手中的武器装备也和美军有着天壤之别。可即便身处如此恶劣的境况，仅仅依靠坚如钢铁的意志，就成功的将美军阻挡在38线之外，一举击碎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使得这些原国民党的高官们觉得不可思议。长津湖战役的胜利让他们很多人从震惊中清醒，但也让部分想搞事情的人产生了质疑。沈醉就是其中之一。我是干情报工作的，从现在已经公开发表的消息来看，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伤亡很大，保障不利，处境非常困难。各位，这也算是胜利吗？沈醉是真会鸡蛋里挑骨头，没带过兵，没打过仗，自然不知道战场的残酷，心里也没有一个胜利的标准。但叶利三和杜聿明这些人都是带过兵打过仗的将军，他们深知双方武器跟后勤保障对比如此悬殊，能取得这样的战果已经是胜利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作战，没有一触即溃就是胜利，没有土崩瓦解就是胜利，没有全军覆没就是胜利。守住了国门，它就是胜利。如果还能够向前推进，收复失地，歼灭敌人，给敌人以重大的伤亡和重大的损失，迫使敌人大踏步的后退，这就是重大的胜利，伟大的胜利，胜利中的胜利。叶利三的这个胜利标准得到了在场众人的一致认同，特别是王耀武，他站起来感慨到，中美两军实力悬殊，双方的武器差距不是一点半点，那是整整差了一个时代。如果单纯用军事理论和军事常识去理解这场战争，那怎么样都无法解释志愿军的胜利。如果这个仗交给他王耀武来打，那他根本就不敢打，也打不了。如果这样的仗交给我们来打，如果交给国军的任何一支军队来打，我不客气地说，一定是全军覆没，完全没有胜利的可能啊！通过对这场战役的剖析，让功德林里的这些战犯深刻意识到了他们以前的国民党军队缺少了一种精神，那就是信仰的力量。而志愿军靠着这样的精神不断创造奇迹，是任何军队都学不来的。为此，在接下来的学习改造中，很多战犯的思想都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像刘安国、叶利三以前这些为首的顽固派分子，现在都主动做到了第一排，认真做起了笔记。他们都想通过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从中找到志愿军胜利的原因。在上课中，众人彼此争先发言，下课后也是积极讨论。他们这种自信，这种力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在志愿军的胜利面前，我们不但需要重新学习，而且需要重新修订我们的战争常识。就连回到宿舍也不像以往那么懒散了，各自选了个领班，带队预习了第二天要上课的内容。看过去像不像屏幕前以前读书的你们？战犯们学习态度积极，情绪高涨。所长王英光也没闲着，他此时正在连夜画着朝鲜战场的地图，为第二天上课做足了准备。此时双方的改造程度跟改造工作都因为朝鲜战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